我们之所以要从内往外画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画人体的时候，不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清清楚楚的展现出来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够看到一部分，那么它有另一部分被遮挡住，很容易被忽略掉。如果被遮挡住的部分不去考虑它的指点，那么可见的这个部分非常容易画错。我们先来画一下肩胛岗上面的这一块，这一块呢叫岗上肌，根据它的位置就比较好记。但是呢，这一块肌肉呢，我们稍作了解即可。在体表呢，因为它没有太明显的外形，它对外形没有特别明显的作用。然后在肩胛岗以下这个部分的肌肉比较重要，因为它在体表呢有明确的外形，很容易观察得到。这一块的结构呢要牢记。首先呢是这个部分，从这里开始的是小圆肌，小圆肌呢往肱骨的大结节这边走，整体呢成一个圆柱形，略扁的圆柱，结束点呢在肱骨这边。然后再接下来呢是更靠下一点的，在肩胛下角这个位置出来的这一块呢比小圆肌要更大一些，它叫大圆肌。大圆肌呢成一个圆柱形，它从后边这里出发，然后到这边呢它有往前走的一个趋势，然后结束到肱骨的另一侧，也就是肱骨的前侧，这个是大圆肌。然后是比较大的一块，是比较重要的一块，肩胛岗的下边这一块叫岗下肌，它和小圆肌之间有一些相互的挤压。有时候我们在模特中呢，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一条凹进去的沟，感觉会把岗下肌分成两个部分。实际上呢，在岗下肌中间，有的时候它会有一条肌腱腱线，然后肌肉呢附着点会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所以从外形上看，有的时候感觉上它是两块，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把下面这块当做是大圆肌，但是呢又感觉大圆肌的位置太高了，就感觉不太合理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先画比较重要的一块岗下肌，跟着岗下肌，它们的结束点呢非常的靠近。这一块呢小圆肌，比较小比较窄，然后再往下是大圆肌，大圆肌在这个地方就转到了前面去了啊，结束点在这里看不到，我们就不用去画了。另一侧的结构呢是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菱形肌，菱形肌呢在较深层，一般情况下看不到，有的时候呢在肩胛下角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点点边，在某些肌肉比较发达、比较鲜明，但是呢又比较干瘦的人体中可能会看得到。第一到第四棘突在肩胛骨内侧缘下边的这里，这个就是菱形肌啊。菱形肌呢有两块，大菱形肌和小菱形肌，这个呢就是大菱形肌，中间这里是它的起点。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斜方肌。我们先从这个胸腔上面接一个圆柱，这个角度看的圆柱朝前倾斜，所以看不到它的横断面。然后把它的中线呢接一下。那我们从圆柱的上面开始即可，圆柱的中线到整个胸椎的中线，一直到最下面这个位置结束。这里都是斜方肌的起点。然后斜方肌的指点呢，我们找一下后边能看到的，大概是肩胛岗的上边这个部分。我们在讲前侧肌肉结构的时候，也画到了一少部分的斜方肌。因为斜方肌整个面积比较大，跨度比较广，所以说呢，从前面和后面分别都能看到它，只是它的形态我看到的部分呢有所区别。然后我们从颈部两侧找两条相对比较对称的宽度，作为这个斜方肌上面的宽度，然后向下连接至肩峰，在这儿呢连接到锁骨的那一块就看不到了，这个就是它斜方肌上面的这个部分。然后在这和这肩胛岗和肩胛骨内侧缘拐角的这个地方，它跨过来把这个拐角包住，然后再往下延伸，一直连接到胸椎的最下端的棘突。这个大概就是整个斜方肌的一个形状。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棘突顶起来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表的骨骼标记。这一块呢是第七颈椎，颈椎它属于颈部的，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呢没有去画。但是在这个位置围绕着第七颈椎，它会有一个菱形的肌腱，这个呢一般在肌肉比较鲜明的模特身体中也是可以观察得到的。然后再说到刚才我们画到的这个转角，
肩胛转角这块也有一个三角形的肌腱，在某些模特中呢也是比较鲜明的。然后在它下面结束的地方，也容易形成一个菱形的肌腱，但这个呢因人而异，不太容易观察得到这一点。然后我们把被遮住的部分擦掉。我们之所以要从内往外画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画人体的时候，不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清清楚楚的展现出来，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看到一部分，那么它有另一部分被遮挡住，很容易被忽略掉。如果被遮挡住的部分不去考虑它的指点，那么可见的这个部分非常容易画错。下面我们把肩三角肌画一下，肩三角肌的起点在肩胛岗上面，更加靠后一点，有的时候呢它会被斜方肌这块肌腱覆盖住一点。然后肩三角肌的外轮廓两个拐点中间略平，从后面看呢它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宽阔的三角形。那么中间的这个部分都是被遮挡住的。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，被遮挡住的部分，如果你不去考虑它，那么在体表可见的这个部分，它去向哪里，你就少了一个判断，就很有可能要不就是画的朝上了，要不就是朝外了，总之它都会有问题。但是你对这块结构掌握的比较熟练了以后，哪怕我们先去画肩三角肌，再去画这一块结构，你也知道大概它结束点呢在这儿，这些边界这些轮廓也会大概朝着这边去，然后大圆肌的结束点呢在这儿，也会往这边去画，也可以画的准确。但是欠缺了对这块的掌握和对这块的考虑，那么这几条边就非常容易画错了。这个也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发现学员经常出现问题的地方。被遮挡住的地方呢不去管，可见的这个部分呢画的就不够准。然后我们把另一块的肩三角肌画一下，这个角度看呢，这边的肩三角肌要更小一些。然后在颈部的侧面，胸锁乳突肌也可以带一下。如果能看到手臂的结构，手臂呢也是从大圆肌和小圆肌之间穿出来的。这就是肩胸部背侧的结构，结构与结构之间呢有相互遮挡，被遮挡的部分一定要注意它的去向，它的指点在哪里。